奥美加奥特曼第19集，开头是国防军实验怪兽穿甲弹成功，不需要特怪队出场了，国防军直接把怪兽炸死了，人类终于能独自战胜怪兽了。但是，一开头就赢，果然是要反转了。怪兽尸体从伤口处长出来很多炒鸡蛋，然后成为 Dangerous Zombie， 开始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怪特队检测发现怪兽没有呼吸、心跳、脑波，确实已经死了，轰炸也没用。怪特队开始认真分析死了的怪兽会动的原因，没有前半部那种根本不好笑的刻意搞笑了，就是咒人一脸智障的说出来回忆起来的怪兽弱点，然后小不解怀疑，然后光成拿超级弱智的理由搪塞。现在周人没有以前那么糖了，开始帅起来了，相应的光程也不用那么一惊一乍了。怪特队回忆之后发现，之前怪兽都是奥美加用光线打倒的，这次是人类用穿甲弹打倒的。那么问题就出在穿甲弹上，原来穿甲弹是国防军用雪山冻土里找到的怪兽牙齿制作的，里面寄生着冰封的远古年菌。现在年军寄生了怪兽，去找国防军收藏研究的另一具怪兽尸体了。这也算是奥特曼经典剧情了。国防队通过研究怪兽的武器制造新式武器，结果掌控不了，给自己造了爹。一提到年军，奥美加就想起了他叫艾德马菲拉，穿甲弹很热，所以他肯定是不怕高温。现在年军吸收了电能又变多了，所以他也不怕电击，因为年军之前是被冰封的，所以国防军准备用液弹把它冻回去，但是收效甚微。话说国防军每次都在这个小棚子里指挥，又省钱了。咒人和孝幸前往发现怪兽牙齿的雪山，找到了年军怪兽的化石。话说这个场景不就是拍了无数集的奥美加后山吗？根本就没有雪啊，太省钱了。咒人突然说这种年军1000万年前曾经很多，多亏了冰河期把他们冰封了，自己以前在记录上看到过，但是看的是什么记录自己又回忆不起来了。光城召唤青龙对战年军怪兽，众人赶忙变身奥美加奥特曼前去支援，但是突然看到另一个自己，好像是不想让他去，这可能是失忆前的奥美加的意识，认为这次的怪兽危机是地球人自己造成的，不应该用奥美加的力量帮忙解决。但是现在的众人内心突然听到光城的召唤，决定还是要变身。孝幸姐突然想到，单纯被冰封的怪兽牙齿里，超古代年军还活着，而被风化的化石里，年军已经死了，所以风才是弱点。于是直接打电话给光城，让他用朱雀。可见光城和咒人的身份早就对孝幸姐暴露了，也很正常，他们俩那点伪装没瞎的都看出来了。奥美加用风把年军怪兽吹飞到宇宙，年军怪兽化身卡兹萨玛，停止了思考。孝幸姐察觉他们身份只用了1集，比上半部呢强行拖慢主线剧情好多了。孝幸姐虽然早就察觉了奥美加的身份，但是认为奥美加和流星怪兽的力量只能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平时要用人类自己的力量保卫地球。这一集里的国防军也比较正经，没有像之前的奥特曼里开发武器的组织一样不负责任的强行使用强力武器，马上就反省并且加强了安全验证。下集预告好像是美女主播和巴罗萨星人会出现，并且是田口青龙导演，奥美加现在好看起来了呀。